Hello， 大家好，我是赛洛斯潘，是一个独立电子乐队 Favors 的吉他手以及制作人，外加一个科技爱好者。我的视频频道主要是评测或开箱一些我用过的电子乐器以及电子产品。喜欢我的频道，记得点个关注。新 MacBook Pro 已经发布了3个月了，各种跑分和测试也有很多 UP 做过，但关于音乐软件方面性能是否有提升，我还没有看到有 UP 做过。所以这期我想先给大家来做一个16寸 MacBook Pro 的音乐软件跑分的对比。那我个人使用的数组软件是 Ableton Live， 音频软件的主要表现与 CPU 的性能提升挂钩，除非你是大量使用采样型的音源，需要用到大量的内存，正常大部分情况目前标配的 16GB 内存已经完全够用了。另外固态硬盘的速度也足够音频使用，所以这里我只针对 CPU 性能方面做跑分测试。由于音频软件没有统一的跑分测试，所以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工程，以后都会用这个工程来做测试。这次参与测试的机器有3台，分别是 MacBook Pro 16寸的高配和低配，还有2012年我配的一台老的黑苹果， CPU 为 i7-2600K， 我已经超频到 4.5G 来使用。音频软件的表现主要分3个方面，一个是实时的播放性能，因为音频工作需要不停的回放，并且没有像剪辑视频那样可以使用代理，虽然可以用冻结等方法来降低 CPU 的损耗，但是冻结需要时间和硬盘空间，而且修改起来就会没那么方便，所以 CPU 越强，那实时播放的音轨数量和可以加载的效果器和音源也可以做到更多。第二个是现场的演出方面，音乐制作软件在编曲和混缩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较高的缓冲采样大小来降低 CPU 的损耗，但现场演出由于需要及时的反馈监听，再加上经过数字控台、耳返等都会增加一定的延迟，所以本身电脑能做到越低的延迟，演出就会越舒服。当然如果你使用 DSP 效果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暂时不讨论。现场演出工程的复杂程度和 CPU 的消耗有紧密的关系，如果你使用较少的音轨，或主要消耗 CPU 的效果器的音源比较少，这样对多核心的利用就会更少一些，那么多核心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还有由于 Mac 现在系统的机制，图形性能的表现会对低延迟的音频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没有独立显卡的机器在这一项上也会比较大的吃亏。这边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这个测试之前要先关闭系统的自动切换图形卡选项，以强制启用独立显卡。第3个方面就是音频文件的导出性能，相对来说导出性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音频工程往往比较短，导出的时间一般都在几分钟之内，不像是视频导出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提升会比较大。但如果你经常需要分轨导出的话，总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时间缩短也是有意义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制作的这个跑分工程，因为有一些第三方插件对 CPU 的利用率并不好，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误差，我全部都使用 Live 内置的效果器，主要是 Live 10自带的合成器以及采样器以及音频效果器，比如说吉他音箱模拟器。那10个音轨分为一组依次叠加。 Live 对 CPU 的使用有一个极限，基本上大于70%到80%的使用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稳定和爆音，所以基本上平时使用我都会保持在60%以内。测试工程我分为2个版本，分别是叠加到50轨和100轨。从 Geekbench 的跑分上来看， MacBook Pro 的高低配实际多核心的跑分性能差距大概在20%左右，我的老黑苹果的性能差距可能就有1倍左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实际应用上它们的差距大概有多少。下面我们开始进行实时回放性能测试。同一个工程回放 CPU 的消耗越低越好。这里我统一将缓冲区采样大小设置为512，这是编曲混音一般能接受的比较大的缓冲区了。
我们先来看数据，50轨时高低配的差距在6%左右，黑苹果在1倍左右；100轨时高低配的差距在20%左右，黑苹果无法播放。通过测试可以看出，低负载的时候 CPU 的消耗较小，因为它们单核主频的性能相差不大。高负载的时候则能体现出高低配20%左右的 CPU 消耗。高配多出来的 CPU 核心其实不是 CPU 运行速度上的差别，而是同时能够播放的最大音轨数量的提升。我的老黑苹果的4核心的 CPU 作为一个对照组，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就是超过它的 CPU 的全核心算力极限过后就无法正常播放音轨。所以高配版与低配版的区别在混音这个用途下，就是到达 CPU 的极限过后再多开20%左右算力的音轨的能力，而在低负载的时候他们在完成混音这个工作上没有什么区别。第二是现场演出性能测试，同一个工程在没有可听见爆音的情况下，延迟可以调得越低越好，同样延迟的情况下 CPU 消耗越低越好。这里我可以先做一下极显对缓冲区大小的 CPU 消耗的测试。首先测试极端情况，32缓冲区大小，打开极显切换的时候，声音爆音已经非常严重了， CPU 消耗在50多。打开独显的时候，声音的爆音大量减少，CPU 的消耗大幅下降。60次采样下，独显已经没有可听见的噪音，而极显在128的采样下还是有轻微的爆音存在。这个工程极显需要256才可以安全运行。512大小的时候 CPU 的消耗区别还是在，只是变小了很多。通过这个实验可以看出来，由于系统机制，独立显卡对现场演出的延迟提升很大。如果有现场演出需求，记得关闭自动极显切换这个功能。极显会让缓冲区增大大概1到2档，根据演出的工程的负载大小来决定。就这个例子来说，延迟时间会增加大概8毫秒左右。不同的声卡会有点区别。独立显卡本身的性能并不重要，作为简单的系统画面的显示，只是不要让系统去使用 CPU 的极显即可。那另外，独显对混音降低 CPU 的负载也有轻微的提升，但如果你考虑到功耗和发热的问题，也可以在混音的时候使用极显，不必太过在意。接下来我继续测试其他的机器，这里就只使用独立显卡以获得最低的延迟性能。结果意外的是，3台电脑都可以以相同的缓冲区大小来运行低负载的工程，高低配的 CPU 消耗相同。黑苹果是刚好接近 CPU 消耗70%的这个爆音临界点。接下来我再来试试高负载的100轨的工程。高负载的时候，高配可以在256的采样率下安全运行。256的缓冲样本大小的话，延迟大概在10几毫秒，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但低配版的话，就至少需要512，那基本无法现场演出了。我的老黑苹果是已经完全挂了，就是开到最大的采样率也都是爆音。那顺便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如何判断现场演出应该使用的缓冲大小，从最小开始逐渐调大，到完全没有噪音出现时候，或者是非常轻微偶尔出现1次为止。那我是加大1倍来作为缓冲区，比如说刚才的2个工程，50轨道的高配机型我就调为128样本，那100轨的话就是调成256。第3就是音频的导出时间，这里是越短越好。导出时间在低负载的时候比较接近，高负载的时候基本符合跑分差距。总结一下这3个测试的结论，高配版多出的2个核心在运行大型工程的时候有明显优势。如果主要的用途是混音的话，假设所有的音轨占用的 CPU 的量是一样的，高配版可以多跑出20%的音轨，提高约20%的导出速度，而低负载的时候它们的使用效果是一样的。如果
主要用途是现场演出的话，除非你使用非常大型的复杂的工程，否则高低配的电脑在打开独显的情况下，实际能达到的最低延迟数接近，甚至黑苹果8年前的机器也可以以相同的缓冲样本来运行。作为参考，新 MacBook Pro 跑我自己的演出工程 CPU 消耗在20%到30%左右，无论高低配均可以轻松胜任。我根据所有的实验结果，按照我的使用情况作为参考权重，为他们3台机器量化打分，目的是方便大家对比。以后有做新的音乐制作性能评测的时候，我就会以这个标准来打分。按照我的公式来计算的话，这3台电脑总分分别为8.1、7.7和6.2。综上，我关于音乐制作的 MacBook Pro 的购买建议是，如果预算有限，或者只是准备用来过渡使用，比如用1-2年就会可能出手，或者你之前制作的音乐类型 CPU 占用从来都不是问题，比如说你主要用来录音的，那离满负载还差得远，又或者是主要是演出用，并且512GB 的硬盘对你足够了。那平时混音有专门的电脑的话，建议购买低配版即可，省下了3000多元可以用来购买显示器或者显卡物之类的外设。那如果用途是主力音乐工作站，那建议你直接购买顶配，多出来的2个核心是实打实的算力上的提升。根据我的经验，苹果电脑不建议选择太夸张的自定义定制，因为定制的部分溢价比较高，换算成二手的话折价会非常厉害。现在顶配够用就不需要太过超前考虑，还不如等配置过时了过后花钱换新款。另外，苹果产品定制实际上无论你从低配还是高配开始定制，只要实际的配置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价格也是一样，所以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从低配开始只升级你需要用到的项目。比如低配也使用与高配同样的 5500M 的显卡和 1T 的硬盘的话，可以看到 CPU 的差价实际只有997元。从这个角度看， i7 到 i9 整机的总价只提高5%带来的性能提升还是很可观的。不过苹果从销售的角度屏蔽了低配的 2.3G 这个升级选项，低配只花1000元升级 CPU 的选项是不存在的，只能花2400直接升级到 2.4G， 所以高配的性价比因为这个 CPU 有所提升。另外顶配定制选项中 8GB 显存升级只花734元是性价比很高的选项。如果你要做视频或者外接 4K 显卡的需求的话，非常建议升级一下显存。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做一个小调查，你会选择高配版还是低配版呢？请在弹幕上告诉我。这期视频我花了1个星期时间整理制作。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转发、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评论、转发。你看视频中用到的音乐都是我们乐队的作品。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去网易云音乐或者是你自己使用的音乐平台关注我们 Favors 偏袒乐队。就这样吧，下期见，拜拜。